这只猫头鹰连续4年送了老人1000多只老鼠，然而这一切却只是为了报恩。每天清晨，它都会叼来一只老鼠，然后晃晃悠悠地来到主人面前，接着开始投喂模式。见主人迟迟不肯起床，猫头鹰索性直接把新鲜的老鼠送到嘴边，因为担心主人不喜欢自己的礼物，有时它也会叼来蛇和蜥蜴等各种小动物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老人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因为这只猫头鹰几乎每天都会给自己送上一份早餐。当老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时，它便已经早早外出捕猎了。猫头鹰嘴里不断发出叽叽咕咕的叫声，似乎在告诉老人自己为它带回了食物。见主人怎么也不肯接受自己的好意，它还一脸委屈地蹲在角落里。原来这只猫头鹰是老人几年前救助回来的，当时它受了很重的伤，好心的老人便将它带回家中悉心照顾。2个月后，它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，于是老人便将猫头鹰带到了野外准备放生。本以为它不会再回来了，可没想到第2天清晨，这只猫头鹰居然又跑了回来。之后老人几次将它带到更远的地方放生，但每次猫头鹰都会准时回家。随后他便开始叼老鼠送给老人，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或许这是他认为最好的东西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只猫头鹰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宝宝，它会经常出去捕猎新鲜的老鼠来喂养幼崽。因为有了猫头鹰的陪伴，老人的生活也变得不再乏味，他们之间也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猫头鹰宝宝也慢慢长大了。但身为母亲的她还是偶尔进行投喂，这让小猫头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当然，除了投喂自己的宝宝，它也会定期为老人叼来老鼠，甚至就连家里的鸟，它也想着照顾一下。这么个庞然大物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小鸟顿时被吓得不轻，更别说嘴里还叼了只老鼠了。见对方不太想接受自己的好意，犹豫片刻后，猫头鹰还是转身飞走了。然而它并没有选择自己吃掉，而是来到了老人的女儿床边。不知道醒来后的它会不会很感动呢？现在2只猫头鹰已经成为了家庭中的成员，它们不仅十分乖巧懂事，同时也为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据说猫咪也会因为感恩而送给人类礼物。你收到过哪些动物的礼物呢？作为海洋中智力卓越的虎鲸，却因贪吃被搁浅在了岸边。当潮水退去时，它没有选择离开。被困礁石上的虎鲸此刻已经奄奄一息，嘴里不断发出着虚弱的叫声。因为长时间的暴晒和缺水，让它几乎徘徊在生死的边缘。好在一群游客及时发现了它。看见被困的虎鲸后，大家迅速组成了一支救援队，通过不断传递海水的方式来为虎鲸补充水分。随着一桶桶的海水浇灌在它身上，虚弱的虎鲸再次燃起了重生的希望。半小时后，虎鲸的状态逐渐活跃起来，嘴里还时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。尽管人们众志成城地为虎鲸补充水分，但仍无法满足它对于海水的巨大需求。于是人们从船上找来一台抽水机，伴随连续不断的海水喷灌在虎鲸身上，它缺水的症状也开始得以缓解。虎鲸安静地趴在礁石上，享受着海水的滋润。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，游客们纷纷脱下衣服盖在虎鲸身上，这样可以防止它被阳光晒伤，同时也可以让虎鲸的身体保持湿润的状态。由于虎鲸的体型庞大，单靠人力无法将它送回大海，因此只能等到海水涨潮时，让虎鲸自己游回大海。几小时后，海水开始慢慢回涨，此时虎鲸的半个身体已经被海水浸没。随着水位的不断升高，它也离自由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长时间的脱水，它并没有快速游走。在经过半小时的调整后，虎鲸发出了阵阵惊叫，似乎在对人们表达着由衷的感谢。不久后，它终于朝着大海的方向游去。看到它回归大海的那一刻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这一幕显得格外温馨和美好。关爱动物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4岁的老猫安详地趴在小女孩怀中，小主人一遍又一遍地为猫咪唱着摇篮曲，与它做着最后的告别。年迈的老猫陪伴了这个家庭走过了5000多个日夜，今天是它离开的日子。猫咪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即将去往另一个星球，它紧紧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看着眼前陪伴自己长大的猫咪，女孩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。猫猫伸出虚弱的小爪拍了拍小主人，仿佛在告诉女孩不要哭泣。看来就算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它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小主人。原来贝利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从小便被这对好心的夫妻收养，家里的几个宝宝都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但贝利的一生中却没有一只孩子。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家庭，孩子们很喜欢拔他的胡须，可贝利从始至终都温柔相待。在过去的14年里，贝利如同家人一样，伴随主人一家度过了无数个欢乐的时光。他最喜欢的还是小主人艾比，他们一起嬉戏打闹，一起欢快地做着游戏。他喜欢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听着他歌唱美妙的摇篮曲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贝利不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他不仅治愈了孩子们孤单的内心，同时也为2代人带去了无尽的欢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主人开始慢慢长大，而贝利也变得越来越老。岁月的脚印也在他的脸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他不再喜欢和小主人一起玩那些曾经的游戏，相反，他更愿意依偎在小主人怀中。或许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想再多陪陪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姑娘。女主人无法接受贝利即将离去的事实，
于是多次带他去医院进行治疗。可严重的肾衰竭让医生也只能摇头叹息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身体虚弱的贝利依旧每天陪着小主人一起读书，一起画画，一起洗澡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贝利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小主人轻轻帮他擦拭着身体，就算到了另外一边也要干干净净。贝利的一生陪伴小主人读了数不清的书籍，而今这却是他最后一次伴读了。猫咪的眼角流下了不舍的泪水，女孩一边帮他擦拭着眼泪，一边安慰着贝利不要哭泣。或许此时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小主人，又或许他正努力回忆着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几天后，贝利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，他依旧静静趴在小主人怀里，只是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。小主人抱着奄奄一息的贝利，嘴里唱着他最爱的歌曲，伴随着女孩悠扬的歌声，陪伴了一家人14年的猫咪安详离世。相信此时的贝利是幸福的，更是开心的。虽然他已经去往了喵星，但贝利用自己的一生为2代人带来了温暖和欢乐，他留下的记忆却永远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正如女孩所唱的歌词一样，你永远是我的阳光，是照进我生命中的一束光芒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内心充满爱的人同样会得到爱的回馈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此话的狗子躲在一旁瑟瑟发抖。养宠物的意义不仅是陪伴，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狗狗满怀期待地朝上望去，这口10几米的深井已经将它困了3天，只因为犬吠了几声，原本流浪的狗狗就被扔进了井里。它精疲力竭地蜷缩在一块岩石上，此时眼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。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，狗狗的体力已经完全透支，强烈的求生欲让它在水中拼命挣扎。可四面光滑的墙壁却看不见一丝生命的曙光，唯一凸起的岩石成了它活下去的希望。狗狗紧紧抱住那块希望之石，然而3天2夜的苦苦支撑已经让它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此时情况危急，救援已经刻不容缓。在做好安全措施后，救援队立刻前往坑内进行营救。陡峭的岩石让救援人员很难找到着力点，因此只能缓慢向下爬行。见到有人下来后，聪明的狗狗立马朝着救援人员游了过来，仿佛它也明白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。狗狗不吵也不闹，任由小哥将自己送进网内。这一刻，它知道自己得救了。随着绳索的缓缓上升，狗狗终于脱离了浸泡3天之久的苦海。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支撑这么久的。也许是强烈的信念使它熬了过来，同时也为它带来了好运。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狗狗被成功营救了上来，大家悬着的心也跟着落下。随后2位小哥带上狗狗，马不停蹄地前往动物救助站。半小时后，他们抵达了目的地。医生随即开始对狗狗进行初步检查。经过仔细观察后，发现狗狗的身体严重水肿，好在并没有明显的内伤。经过2天的治疗，狗狗的身体开始逐渐好转。这世上有一种美叫善良，不懂得爱护动物的人也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一只中国土狗，每天被一条铁链拴着，吃着一碗残羹剩饭。人们说我不配当宠物，脏丑见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。那些不如我的外国土狗，比如法国土狗泰迪、英国土狗柯基、日本土狗柴犬，却被你们精心地照顾着。它们吃着美味又昂贵的狗粮，住在豪华精致的大房子里，享受着主人的百般疼爱与呵护。但你们却不知道，这些所谓名贵的外国土狗，其实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。它们不仅体弱多病，而且需要高额的费用来饲养。而我需要的仅是一碗剩饭。人们都称呼我为土狗，但却极少人知道我高贵的血统。我曾是秦始皇的半身兽犬，也被称之为国犬。而我的祖先是被驯服的东亚灰狼。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，我们已经陪伴中国人走过了上万年的历史。我凶猛勇敢，忠心护主，看家护院的本领早已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我从不挑剔，一碗剩饭就能让我心满意足。没有放在地上的食物，我绝不会去碰，因为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即便我很容易养活，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还是慢慢的抛弃了我，导致我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在街边流浪。人们更加喜欢那些撒娇卖萌的外国土狗，因为溜一条土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人们给我起了个洋气的名字——中华田园犬。是的，从田园2个字就能看出，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，我已经不受城里人的欢迎了。只有乡村的田园还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同类在国外却受到追捧和欢迎，甚至很多人愿意用数万元的价格买走我。在澳大利亚，我们被认为是顶级掠食者，与草原之狼齐名。为了防止我们捕猎羊群，当地更是耗费巨资修建了数千里的围栏。如此优秀的我们，却在逐步走向灭绝。难道我们真的如此不堪吗？贵贱高低本是人为定义，所以请放下对中国土狗的偏见吧，因为它真的很棒。猫来财，狗来福。披萨店一大早就迎来了一对小情侣，恭喜老板发大财，给口吃的行不行？店主邀请他们进来。狗狗看了一眼干净的地板，2只小爪刚跨进去，却马上又羞涩地收了回来，因为怕弄脏店里的地板，他们选择在店外等候。风餐露宿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礼貌与尊重。几天前，一场鹅毛大雪飘落人间，刺骨的寒风冻得奥斯卡瑟瑟发抖。
除了寒冷，更难熬的是十足的饥饿感。望着妻子饿了2天的眼神，奥斯卡摸了摸妻子的狗头，对不起，跟着我受苦了。言语间充满了安慰和关心。他告诉妻子自己有办法了。随后他带妻子来到了一家披萨店，很不巧，披萨店没有营业，可他们并未就此离开，而是蹲在门口期盼店家能赏口饭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们只好在街边度过漫漫长夜。第二天，夫妻2个早早来到了店门口，店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，2只狗狗默不作声，眼神却一直望着店主。从他们的眼神中，老板看出了狗狗的诉求。店主让他们稍等片刻，随后端出2大盆狗粮。此时天上再次飘起了雪花，但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。奥斯卡终于带着妻子吃了顿饱饭，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因为担心把老板地板弄脏，懂事的狗狗最终选择待在门外。此时喜欢狗狗的请扣666。从此以后，披萨店门前多了2只流浪狗夫妻，他们一起睡觉，吃饱了一起打个哈欠，就连动作也出奇般一致，偶尔还会满大街撒一波狗粮，堪称狗界中的模范夫妻。老板说自己只是为了他们一次，没想到他们居然不走了。每天打开店门就能看见他们蹲在门外，而且还一本正经地盯着自己。平时不管店主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要跟着。在流浪狗夫妻心里，似乎已经认定了店主就是自己的主人。晚上店主回家时，他们会目送店主离开。第二天清晨听到车辆的声音，他们立刻跑去迎接店主，激动的样子快要把尾巴摇断了。看着他们每天风餐露宿，最终老板决定收养这对流浪狗夫妻，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间大房子。得知店主愿意收留自己，2只狗狗开心的不得了。当主人为他们戴上围巾的这一刻，这对夫妻从此结束了流浪生活，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温馨的小窝。2只狗狗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善，不仅会微笑待人，甚至还会帮老板招待顾客。很多网友专门跑来探望这对流浪夫妻，他们也成为了这家披萨店的吉祥物和标志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打卡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或许这就是善良的回报，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老虎竟然成了小猪的妈妈，而母猪却成了小老虎的妈妈。小猪不仅不害怕，还敢在老虎的身上走来走去。换上马甲的小猪果然不一般，任凭小猪如何取闹，可虎妈一点也不生气。据饲养员说，他们在一起生活已经1个多月了，小猪是喝着虎妈的奶水长大的。如果有人靠近小猪，虎妈还会站起来保护它。现在虎妈已经完全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这只老虎的亲儿子却成了一位猪妈妈的宝宝，同时它也是母猪喂养大的。小老虎还有3个兄弟姐妹，对它也是格外关照，一般都是等它先吃完，其他兄弟姐妹才敢去吃。饲养员一把将它抱起，因为这家伙吃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可为什么2个种族要互换抚养呢？原来小老虎出生不久，虎妈便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它们分开。为了安抚虎妈的情绪，饲养员索性将小猪交给他抚养，而小老虎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猪群。除此之外，小老虎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玩伴，它经常会和小兔子们一起玩耍，但却从来不伤害它们。小兔子也没有害怕这位新朋友，反而很喜欢和小老虎待在一起。由于物种的行为方式不同，它们在一起玩耍时，兔子们会掉毛比较严重，但实际上这是对方表达友谊的方式。看来喝猪奶长大的小老虎的确有些不同，老虎居然和食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大家觉得这份跨越种族的友谊能维持多久呢？眼前这只小猫被八爪鱼狠狠亲了一口，这可把猫咪吓坏了。这时大叔听到声响走了出来，他一把抓起小猫，今天总算让我逮到你了。大叔说这是只小贼猫，除了他还有另一只主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小花和小辉是一对流浪夫妻，也不知是何原因让他们盯上了这户人家。平时由小花来负责放哨，而小辉来执行具体任务。他先环顾四周，等待时机，确认安全后，小花便会释放信号。在经过仔细观察后，他鬼鬼祟祟地走向目的地。只见小辉用小爪不断扒拉着，随后快速叼起一只准备逃离现场。可没曾想这次行动出现了失误，小辉的脸部被牢牢吸住，但聪明的猫咪很快便摆脱了束缚，还没来得及美餐一顿就被大叔抓了的现行。这下总算人赃并获了。据大叔说，这2只小贼猫已经是惯犯，这个月自己已经丢了数百条八爪鱼。他们不光晚上来偷，就连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大胆行动。这对夫妻配合相当默契，一只整天有事没事的站在高处侦查，只要院子里没人就会通知另一只。接收信号的小猫马上开始行动。由于是惯犯，小猫的手法和经验十分丰富，抓到八爪鱼后便迅速逃离现场，随后还不忘叫上妻子一起来分享战利品。大姐仔细数了数，发现今天又少了5只。为了阻止小猫继续作案，大叔从隔壁雇来了小白充当保安。这天小花像往常一样行动，却惊奇地发现门外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小花有些不好意思，只能尴尬地舔了舔自己的脚丫子，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昨晚没睡好，还在岗位的保安竟然睡了过去。小花和小辉相互对视，下一秒小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最终他们还是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海鲜。没办法，大婶买来猫粮，打算贿赂一下猫咪，希望他们能就此收手。可没曾想吃惯了海鲜的夫妻对猫粮丝毫不感兴趣，这让大婶有些束手无策，自己又不忍心将他们赶走。那么为什么小猫这么爱吃八爪鱼呢？这天小花带大婶来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眼前的一幕让人惊讶不已，原来他们已经生了宝宝。小猫咪好奇地打量着大婶，看样子才只有1个月大小，每只宝宝都非常健康。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，
来喂养孩子。猫妈妈选择了八爪鱼作为产后营养品，因为八爪鱼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牛磺酸，可以很好的补充哺乳所需的营养。但医生表示，生吃八爪鱼可能会堵塞小猫的气管，甚至导致窒息。由于附近没有更好补充营养的食物，为了养活自己的宝宝，猫咪把目光放到了渔夫家的八爪鱼身上。得知事情的因果后，渔夫大叔立刻为猫咪一家端来了食物。几只小家伙狼吞虎咽的干饭，很快就将碗里的猫粮吃得精光。大叔还将新鲜的鱼肉掺在猫粮中，帮助猫咪加强营养。也许小猫与自己有缘，最终大叔决定收养猫咪全家，从此猫咪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也许它只是一只动物，但我却在它的身上看见了母爱的伟大、包容和善良，让生活有爱，人间值得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一只小猫咪为了报恩，30天竟送了大婶1568只手套，然而它却成了一名江洋大盗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工地的老板告诉记者，最近工地上出现一只偷手套的橘猫，不仅身法矫健，行动速度快，并且手法也十分娴熟，一看就是惯犯。小猫不但夜晚来偷，就算是光天化日之下也敢肆无忌惮的行动。老板对此很是苦恼，因为这个月工地已经丢了数千只手套，可这只橘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傍晚时记者在现场进行手套带猫，果然没一会儿，一只鬼鬼祟祟的橘猫映入眼帘。他先观察了四周的环境，接着一路小跑直奔工地。猫咪的警惕性很高，时不时还停下进行侦查。记者看到目标后立刻展开追踪，被发现的猫咪立刻逃离现场。它身形飘逸，犹如黑夜中的过客，仅几秒的时间就消失在了画面中。最终记者小哥还是跟丢了，等发现它时，猫咪嘴里已经叼了一只手套。这作案速度让人感到吃惊，还没等小哥追上去，猫咪飞身一跃便再次消失在黑夜中。第二天，记者通过走访，最终在一户院子里发现了丢失的手套。眼前堆积成山的手套令记者瞠目结舌。大婶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她连忙解释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一堆手套，一开始以为是别人搞的恶作剧，自己差一点就要报警了。可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发现，罪魁祸首竟然是这只橘猫。原来小橘是只流浪猫，几个月前它带着出生不久的宝宝来到大婶门前。大婶见这对母子可怜，便开始经常喂养它们。由于大婶的精心照料，小橘也从一个身材苗条的小猫变成了一只幸福的煤气罐。从此小橘带着宝宝就一直在附近生活。为了感谢大婶的一饭之恩，小橘开始每天不断叼手套送给大婶。可他为什么要送手套呢？大婶告诉记者，小橘一开始送的是老鼠和小鸟，但没办法，自己只能将猫咪的礼物丢出去。后来细心的猫咪观察到大婶平时都戴着一副手套，小橘便认定手套是大婶最需要的物品。从此小橘开始每天来回往返工地，平时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会往院子里叼手套。因为担心大婶不够用，夜晚小橘还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。猫咪沉重的爱化成了一堆堆小山。为了报答大婶，他把工地的手套全部偷了回来。或许在人们眼中他的行为很可笑，但对于猫咪来说，他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你。小猫的做法固然不可取，但谁会责怪一只如此懂事的猫咪呢？当得知猫咪的事迹后，大婶对此也很愧疚。她将全部的手套洗干净晾晒后，准备将手套还回去。同时，她也希望工地老板不要责怪如此懂事的猫咪。故事的最后，好心的大婶收养了小橘，并且还为它精心准备了温馨的小窝，这也是对小橘知恩图报的馈赠。自此，小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虽然它只是一只动物，但我却在它的身上看见了人性的光辉。内心的善良与感恩是开启幸福的钥匙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相待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猫咪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飞到了天上。此时的它一脸蒙圈，没想到自己打个瞌睡的功夫，就被这两个老六给弄上了天。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本喵的感受吗？原来今天是小哥女友的生日，小哥特意租来一架飞机，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可他们却没想到飞机上还隐藏着另一位乘客，仿佛在确认是不是自己还在做梦。明明自己只是打了个盹，怎么就飞到了天上呢？不明所以的猫咪不断朝着四周观察，似乎在确定着自己的位置。而就在此时，小飞机很快就回到了地面上。猫咪一副享受的样子，目视前方，估计这次的经历能让它吹一辈子了。最终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，可猫咪却丝毫没有下来的意思。无奈小哥只能起身准备将它抱下飞机，但猫咪却自己跳了下来，看样子是有些生气了。好在小哥沉着应对，才将一场危机化解。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认真对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头公牛发疯似的追赶一辆货车，只因车上的母牛即将被送往屠宰场。望着身后紧追不舍的公牛，主人无奈只能暂时将车子停下。公牛缓缓走到母牛面前，
嘴里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吼叫，仿佛是在和母牛诉说着不舍的离别。突然，公牛转身朝着车内望去，它苦苦哀求着主人，眼神中似乎在祈求主人不要将母牛拉走，但主人始终不为所动。毕竟牲畜养大之后就是要卖掉的，况且买家已经支付了定金。很快，主人启动车子朝着屠宰场的方向驶去，可没曾想倔强的公牛又一次追了上来。面对穷追不舍的公牛，主人只好又一次将车子停下。焦急的公牛对着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声声的悲鸣让人感到心碎。此时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大家都被公牛的深情和执着所打动。有人将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，没曾想这只公牛得到了数千万网友的力挺，众人纷纷为他请愿，希望牛主人能将母牛赎回，让他们不要分离。最后主人也被公牛的执着所感动，他表示以后不会再将它们卖掉，并且主人还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。至此，公牛和母牛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个生灵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。作为海洋中智力卓越的虎鲸，却因捕食一只海豹而被搁浅在了沙滩上。巨大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将它冲向岸边。由于长时间的暴晒和缺水，它的嘴里不断发出虚弱的叫声。此时的虎鲸生命已经危在旦夕。好在这时附近的几名游客及时发现了它，大家尝试将它送回海里。可面对体型庞大的虎鲸，即便所有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也没能让它挪动半分。时间已经临近午后，太阳的光照强度也越来越大。如果不将它及时送回大海，那么等待它的便是死亡。游客们拿来塑料桶，想把虎鲸身下的沙子挖干，让身体能更加充分地接触海水，这样可以借助海浪回流的力量把它送回海里。可下一秒，海浪却将人们挖走的沙子又送了回来。发现这样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，于是游客再次尝试将虎鲸推回大海。然而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，人类的力量却显得太过于渺小。就在救援陷入僵局之时，这时远处的游客也纷纷赶过来，所有人团结一致，想要将虎鲸送回大海。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十几个人的轮番奋战也没能推动虎鲸的身体。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加入，大家开始争分夺秒地对虎鲸开展救援工作。在长达半小时的努力后，被搁浅的虎鲸终于被缓缓推动，眼看着虎鲸即将被送入海里。这时一个巨大的海浪袭来，搁浅的虎鲸又一次被送上了岸边。但大家并未因此而放弃，众人齐心协力，一起顶住虎鲸的身体，防止它被推向更远的地方。此时的救援变得异常艰难，接连而至的海浪甚至让人们无法站立。情急之下，游客们借来一张渔网，大家把渔网套在虎鲸的尾部，让它的头部面朝大海，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海浪冲击的力量。不断冲向岸边的海浪为救援带来了巨大麻烦，可这丝毫没有影响游客们的热情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救援虎鲸的队伍中，眼前暖心的场景也成了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在几十人前拉后推的共同协作下，虎鲸一步步被推向大海。可随着海水越来越深，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加大。每一次海浪的冲击都让人们左右飘摇，一次次的击打让大家此前的努力很快便功亏一篑。终于在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，人们总算将虎鲸送到了深水区。此时海水的深度应该足够虎鲸游回到大海。看见虎鲸缓缓游动的身体，人们才放心的游回岸边。因为长时间的搁浅，刚进入海里的虎鲸似乎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。没多久，巨大的海浪又将它送了回来。好在人们并没有迅速离开，为了帮助它重新返回海洋，游客们再一次选择挺身而出，大家顶着风浪继续将虎鲸送向大海。这一次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适应后的虎鲸逐渐朝着海洋的深处游去。看见它回归大海的那一刻，游客们的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。生活中我们小小的善举，对于动物们来说或许是一次重获新生的机会。这狗活了36年，却丝毫不见衰老的迹象。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，它的年纪已经超过了200岁。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大把年纪的它竟然眼不花腿不软，甚至每天还在院子里追鸡赶鸭，仿佛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难道这只白狗返老还童了吗？一般来说，犬类的平均寿命在15年左右。目前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狗狗是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牧牛犬博比，但它也只活了29年0.5个月。可大妈却坚定地说，自家的狗狗今年已经36岁了。主人的话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为了验证事情的真实性，节目组请来了著名的宠物专家。专家在看完录像后一致认为狗狗最多只有10岁左右。然而当得知狗狗今年已经36岁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大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只狗狗将会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一位兽医学者表示，20多年的狗狗已经是犬类寿命的极限。36岁还能如此健康，这显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。那么狗狗的真实年龄究竟是多少呢？随后节目组找到了狗狗的主人，大妈说小白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，她确定狗狗已经陪伴了自己30多年。看见记者有些不信，于是大妈翻出了多年前的照片，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1991年记录的，而视频的拍摄时间却是2009年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也只能证明狗狗活了19年。随后节目组又找到了大妈的弟弟，他告诉我们狗狗是自己退伍之后领养的，
而当时的时间是1974年。如果从1974年到2009年来计算，狗狗刚好是36岁。但毕竟他和大妈是一家人，为了更客观地了解情况，节目组又询问了附近的邻居。老奶奶看到照片后，很快便认出了狗狗。老人说他已经在这里开了20多年的店，经常能看见大妈带着狗狗在街上散步。但至于狗狗的年龄，他并不敢确定。他建议去不远处的宠物诊所问问，因为那家诊所已经开了几十年了，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很快节目组就找到了这家诊所。兽医在看见照片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狗狗，毕竟自己每天要接待的顾客很多。他表示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这家店，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。每只来看病的狗狗他都有记录档案。随后他根据提供的信息调出了电脑的档案，档案上显示狗狗的出生日期为1974年1月14日，从那时候到2009年刚好是36个年头。看来狗狗的确已经36岁了。这一消息很快便引起全国各地专家的注意，大家纷纷前来看望这只长寿的狗狗。虽然狗狗已经36岁，可它却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。从它的身体状态来看，完全不像一只年老体衰的狗狗。没人知道它能活到多少岁，就连专家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。不过人们却发现狗狗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，有专家推测它的长寿或许与此有关，也有人觉得狗狗深爱着自己的主人，所以想要一直陪伴着它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大叔打开车门，让这只流浪猫10秒内离开车里，可这家伙不但赖着不走，反而对着大叔呵斥了起来。原来5分钟前，大叔开车路过的时候，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这只求救的流浪猫。猫咪的小脑袋被卡在一个铁罐里，大叔上前安抚了一下猫咪，趁它不注意，便一把将它提了起来。将猫咪带回车里后，大叔开始尝试帮它取出铁罐，在几番拉扯下，猫咪终于重见了光明。大叔本以为猫咪会感谢一下自己，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对方的骂骂咧咧。一睁开眼就跑到这么一个陌生的环境，猫咪也显得格外警惕。仔细打量一圈后，他把目光对准了大叔，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他又跑到后面，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，猫咪对着他就是一顿吻哈。见小猫眼睛一直盯着窗外，大叔猜想它可能更加向往自由吧，于是大叔便打开了车子的后门。猫咪转身看向外面，但却并没有选择离开。此时的猫咪眼里充满了犹豫，到底是选择继续流浪，还是给自己安排个家呢？看着车外不断吹来的狂风，猫咪决定还是再等等看。见小猫一直犹豫不决，于是他给猫咪10秒钟的时间，让它做选择。猫咪眼睛看着外面，可心里早就有了答案。当大叔数到第6秒的时候，猫咪把头转了过来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。大叔也是有点懵了，他反复确认了好几次，告诉对方如果再不走就没机会了。可这只流浪猫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当时间结束后，大叔果断地关上了车门，既然不想流浪了，那就带你回家吧。傍晚时分，大叔将猫咪带回了家里，并为它取名铁罐。刚开始铁罐还有些害怕，但好在大叔知道如何与它沟通。对于一只流浪猫来说，没什么是一顿猫粮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再加上一盒罐头。果然大叔的方法也是非常奏效，没多久就把铁蛋拿捏住了。不过这家伙也是的确饿坏了，一顿晚饭就炫了2盒罐头，外加满满一盘猫粮。但铁蛋也并非是不懂感恩的猫，短暂的相处下来，他也知道大叔是个靠谱的主人，于是便主动放下防备，化身成一只粘人的小猫。与之前凶悍的模样相比，简直是判若两猫。看来之前的高冷都是装出来的呀。至此，铁蛋也彻底结束了流浪的日子，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